我叫姚璐，是一名摄影师。2016年开始以沙发客的方式去到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在内的很多的中东国家，在战火之下，他们是如何去维系日常生活的。我们是80后，是成长在一个经济飞速向上的一个和平的年代。在叙利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那种大面积的楼房跟街道完全被炸毁，坚不可摧的楼房，它突然之间就倒塌下来，铁皮像那个一团纸一样被揉在了那里。我整个人是完全被掏空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反应。叙利亚人在内战当中学会了一种随时关闭感官的能力。隔壁的街道在进行巷战，他们可以特别坦然的在这个街道上面去喝茶、去喝咖啡，跟朋友去玩游戏。他们会特别不喜欢我们把他们当成受害者去看待，他们会希望说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人，对未来有这种生活的渴望。我在伊拉克的时候是有非常强烈这种无力感的。女孩子的话，她没有在男性亲人的陪同下，甚至是不能够一个人出门的。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却是他人生而被剥夺的。因为伊拉克的婚礼是分男人场跟女人场，我是参加过女人场的婚礼，非常的魔幻。新郎离开那个婚宴厅，门一关上之后，所有人都把黑袍给一撩起来，然后黑袍下面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西化、最性感的衣服，他们会把头发做得特别的精美，跳一晚上的舞。等到那个离开的时候，他们又会把黑袍一披，立马就会变成那种不苟言笑的人。在这黑袍之下，他们其实是有那种特别强烈，我想要去证明他自己是很漂亮的，跟别人是不一样这种愿望。就是你去过伊朗，你就会发现他们日常生活其实一直在对抗。比如说我今天戴头巾，我戴在这儿，然后我出门一看，也没有人管我，那我就再往后戴一点。家庭是很重要的。在叙利亚的时候的一个沙发主，他有4个女儿，从小就会引导女儿关注社会问题，长大之后他也会鼓励女儿去工作，去自力更生。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他就会发现别人的女儿可能就是只能是在家里面，但他的4个女儿她们都可以自力更生，她们可以一个人到国外去生活去工作。他就会特别骄傲的说，你看我的女儿们特别的棒。One of my dreams to visit all the world。特别是在一些战乱的地方，已经有大概5、6年甚至7、8年都没有什么游客去了，是非常渴望跟外部去交流的，带我去串亲戚，参加婚礼，带我去看比赛等等。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好奇，很多女孩子她们会特别羡慕我们中国人这种黑长直的长发。听说我们竟然是要加班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他们下午1点多就下班了。在伊朗遇到过一个男生，就问我说中国人是不是在街上面可以牵手，我说牵手、拥抱、接吻都可以。他在伊朗的街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也会遭遇一些偏见，相互之间都很难理解对方的这种生活，但是呢又很想要去多交流。我作为一个女性沙发客的跟女生之间，我们就会有特别私密的这种交流，会跟我说他们有男朋友，而这个小秘密可能是他们的父母都不知道的。当时在伊拉克的一个沙发主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然后非常有抱负的一个女孩，看到了我可以过上更自由的生活，她会觉得说其实是有希望的。我离开之后的大概3到4年里面，她其实一直都是在稳步的在往上爬。现在的话是已经在迪拜的那个总部去生活去工作。我的这种存在对着他们的话可能是一扇窗户，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痛苦，但是也有可能会让他们会发现说其实他们这种可能心里这种反抗这种痛苦是合理的，可能就会通过这样的一道缝隙去向往一个他更好的生活。